前几天漫威发布了《黑豹2》的预告片，虽然视频仅有2分10秒，但里面却充满了细节和彩蛋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钢铁侠的接班人将会登场。为了让大家一次性了解清楚，我将在视频里为你详细介绍。废话也不多说，咱们现在就进入主题。预告片的背景音乐《Never Forget》是由尚比亚出生的歌手 Samper the Great 所主唱的。这首歌致敬了在1970年代尚比亚诞生的赞卢克音乐，不仅结合了传统的尚比亚音乐，还结合了迷幻摇滚曲风格，而歌词则是颂扬了非洲人对世界的贡献，并告诉同胞不要忘记自己存在的意义。紧接着听到反派海王纳摩的声音，他用温和的语气和某人说：“唯有破碎的人才能成为伟大的领袖。”这句话很有可能他是对族人说的，因为从蘸颜料这一镜头中可以看见他和另外一个海底女性绘制壁画。从目前已知将会登场的3个主要海底人中推测，这个人应该是纳摩的表妹纳摩拉。在漫画中，纳摩拉和纳摩一样，也是拥有一半人类血统的亚特兰蒂斯人，但是从肤色来看，电影版应该去掉了混血的设定。此外，海底王国和瓦坎达的冲突也很有可能是由背后的反派煽动造成，而这个反派极有可能是众人期待已久的漫画经典角色。因此这句话说不定是纳摩和瓦坎达和解之后，他对特查拉的继承者说的话。毕竟从美队3开始，瓦坎达的众多角色在连续经历好几个悲惨世界后，失去2任国王，国家轮番被篡位者和外星军队蹂躏，导致众多人民灰飞烟灭，凭空消失。而现在局势并不稳定，还需要面对外界政治和军事的威胁，所以感觉破碎人的这句话可以用在所有瓦坎达的角色上。紧接着切换到纳摩降落到王座这一场景。自从第1档预告片推出后，漫威就确认电影中的海底王国不是亚特兰蒂斯，而是一个全新的虚构国家塔洛坎。其实这个地方参考阿兹特克文化中遭雷击而死或溺水毙命的人，将会去到来世仙境特拉洛坎。至于漫威会修改的原因，是因为水行侠把亚特兰蒂斯这个名字用走了，所以漫威得想办法区分这2个原本就相似的角色。在漫画中，纳摩其实比水行侠更早登场过。此外，2个角色性格也相差很大，所以没必要计较是谁抄谁的。紧接着切换到小船飞往贾贝瑞部落的镜头。至于这么多飞船撤离的原因，可能是纳摩召唤海啸淹没瓦坎达造成的，而姆巴库发言的这一场所可能是灾难发生之后的商讨会议室。毕竟在漫画中，瓦坎达和塔洛坎是死对头，并且2国还时不时发生冲突。在一次交战中，纳摩直接召唤海啸淹没瓦坎达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姆巴库将羽蛇神称为库库尔坎，这是玛雅文明对这个神祇的称呼。显然塔洛坎是取材自泛中美洲文化，并非是哪一个特定的时代或文明，而羽蛇神在中美文化中是一个拥有双重特质的存在。羽毛象征它能够飞上天空的能力，身体则是代表其与走兽并列而行的人性。这个名字赋予纳摩这个来自2个世界的人来说再合适不过了。在下一个画面中，纳摩飞在空中，并且脚上还有一对小翅膀，在神话中会让人想到旅行者之神赫密斯，也就是罗马神话中莫丘利的一靴子。不仅如此，亚特兰蒂斯的设定也确实是最早出现在古希腊中，在西元1万年前被淹没的虚构城市。在漫画中，纳摩得到波塞冬的3叉戟，所以说这个角色参考了不少希腊罗马神话的元素，而漫威能将2者结合得如此完美，可见是下足了功夫。不过对于漫威未来影响更重大的关键，也就是纳摩这双翅膀是哪儿来的。之前漫威已经确认纳摩是个变种人，也许就会在这部电影中直接提到。在惊奇少女中，漫威第一次在宇宙内真正承认变种人。在女浩克中看到漫画内的小咖变种人飞鹰。不仅如此，瑞安雷诺兹前几天也确认了死侍3会回归漫威宇宙。看来漫威这次是真把福克斯的 X 战警系列引入漫威宇宙，而纳摩的变种人身份就会是这一切的前导。紧接着回到姆巴库说的话，如果杀了纳摩，那么瓦坎达和塔洛坎2国可能会陷入无止境的战争。从这句话中就可以得知几件事：其一，瓦坎达对塔洛坎的了解不深，所以才需要姆巴库解释。从这点可以进一步推测，瓦坎达并不是先出手的那方，但是他们在此时可能已经捕捉到了纳摩，所以才需要商议怎么处置他。毕竟纳摩在塔洛坎中也不算鹰派人士，所以把他干掉反而正好让真正好战的人执掌大权。这里算是过度解读，但也不无可能。毕竟另外一个已知的海底人角色是纳摩在漫画中的死敌阿图玛，在预告片中他和纳摩属于同一阵线，不过有鉴于他在漫画中的故事，很有可能是想篡夺纳摩的位置，掀起大战。在下一个画面中，朵拉亲卫队押着特种部队士兵来到开会场，让他们跪下，并且得知一名亲卫队的卧底成员是阿内卡。在漫画中，他是朵拉亲卫队的战斗指导员，与另外一名成员艾优是一对恋人，而他们2人是专门被选出来对付末日博士的精锐部队成员。后来他因冤罪而入狱，被艾优救出来之后，决定另寻出路，创立了由前任亲卫队战士组成的午夜天使。他们穿着跟阿内卡片中一样蓝色盔甲，不过这个蓝色可能代表他是来自第1季中的边境部族。从第1部预告片片段中可以看到阿内卡与其他亲卫队成员对峙的镜头，身后站着一名没有举起武器的战士，这个士兵也许就是艾优。至于为什么他们会与亲卫队对峙，可能是因为他们2人不认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指示，从而决定脱离组织。从阿内卡和瓦坎达其他战士站在一起的画面来看，可能是电影还没演完，他们就决定归队。至于造成分歧的原因，应该跟钢铁心莉莉威廉姆斯有关。这里稍微补充一下，莉莉威廉姆斯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天才少女，自己在学校里研发出钢铁战甲之后，便成为了超级英雄钢铁之心，成为钢铁侠的接班人。而在上一部影片中有提到，他可能研发出了勘探泛金属的科技，这就导致他被塔洛坎当作国家公敌的原因。不过从特定镜头又可以看见，
船上还有其他国家的势力参与在探勘任务中，也就是说，阿内卡很有可能是因为反对瓦坎达包庇莉莉而背叛亲卫队。此外，几个海底人堵住的桥就是哈佛桥，也就是美国马赛诸塞州剑桥市和波士顿之间的桥。而这个地方除了鼎鼎有名的哈佛以外，还有麻省理工学院，也就是莉莉所读的学校。由此可以推测，海底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抓他的。切换到美国境内的镜头，可以看见红色车子的车牌上写着伊利诺州。这个桥段是发生在剑桥市，但是莉莉是芝加哥人，由此可见，这辆车应该是他从家里开到学校的车子。此外，可以看见车内的亲卫队长奥克耶，这表示莉莉位于车子上空的钢铁新盔甲内。之后在夜晚的城市上空也看到这套战甲，莉莉脸庞的操作界面跟托尼的钢铁战甲非常相似。